为了预防打三战，中国究竟准备了多长时间？从2016年的中美南海对峙开始，中国人就意识到了毛主席那句“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深刻含义。为了做好最坏的打算，甚至是打一场末世之战的准备，我们国家已经备战了整整9年的时间。那么，在这9年的时间里，我们国家都做了什么？这9年积攒下来的底气，到底有多超出我们的想象？东大为什么要进行长达9年的整军备战？这一切都要从2016年7月让人神经紧绷的南海对峙开始说起。那时候的国际形势是什么样的？奥巴马政府刚刚推重返亚太战略，满世界鼓吹美国回来了，他们的如意算盘打得很精明，趁着中国还没完全崛起，军队现代化还没完成，赶紧把中国打趴下，这样就能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主地位再延续几十年。但是美国人万万没想到中国的反应会这么强烈。当美军驱逐舰闯入南沙永暑礁12海里范围时，中国2架歼12战斗机紧急升空，1架运8警戒机全程监控，3艘军舰火速赶到，广州号导弹驱逐舰直接迎了上去，与美舰针锋相对。那一刻，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南海，2个核大国的军舰面对面，距离不到几百米，双方的火控雷达都锁定了对方，导弹发射架已经转向，鱼雷发射管蓄势待发。任何一个微小的误判都可能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可就在双方即将擦枪走火、千钧一发的时刻，让美国人震惊的是，他们发现自己航母的位置被中国军方完全掌握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的卫星侦察网络、海上监视系统已经成熟，意味着东风21D 反舰弹道导弹随时可以从数千公里外发射，精确打击美国航母。美军指挥官心里开始打鼓，如果真的开火，美国航母能撑得住中国的饱和式攻击吗？中国不仅有反舰导弹，还有潜艇战机，甚至岸基导弹部队。一旦开战，美军在南海的舰队很可能全军覆没。面对中国军队坚决斗争的态度，美国人怂了。他们发现中国不是在虚张声势，而是真的准备开火。7月5日后，美军主力开始撤出南海，2艘航母转移到菲律宾以东的太平洋海域。这就是美国人的真面目，看起来很强硬，关键时刻就认怂。但是朋友们，虽然这场对峙以美国灰溜溜撤退告终，但中国却从中看到了更深层的问题。美国为什么敢在中国家门口如此嚣张？因为他们知道单靠美国一家还不够，但如果整个西方世界联合起来对付中国，中国就危险了。从南海对峙开始，中国就清醒地认识到，未来的挑战不是来自某一个国家，而是来自整个西方阵营。美国在拉拢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在加强与北约的合作，目的就是要形成对中国的战略包围。这种认识让中国做出了一个重大决策，必须做好与全世界为敌的准备。不是中国要当世界的敌人，而是西方世界要把中国当作敌人。既然如此，中国就必须具备在最恶劣情况下独立生存、独立发展的能力。从那一刻起，中国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全面备战。南海对峙的硝烟还未散尽，中国就开始了雷厉风行的备战行动。中国深知未来的较量将是全方位的，经济、能源、军事，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有短板。先说能源这个命门，朋友们都知道马六甲海峡的重要性。中国每年进口石油超过5亿吨，其中80%都要经过这个狭窄的海峡。如果美国真的铁了心要封锁中国，第一个目标就是马六甲。到那时，中国的工厂停产，汽车没油，飞机停飞，这仗还怎么打？但是中国人有智慧，有远见。从2016年开始，一带一路倡议就全面提速，重点就是要打造多元化的能源供应体系。中巴经济走廊成为了突破口。瓜达尔港建成后，中东的石油可以直接通过巴基斯坦运到中国西部，完全绕过马六甲海峡。这条路线不仅安全可靠，而且运输成本更低。更重要的是，中俄能源合作的全面深化。2019年12月，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正式投产，每年可向中国供应380亿立方米天然气，相当于中国天然气消费量的10%以上。这条管道全长8000多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天然气管道之一。有了这条能源大动脉，美国想用天然气卡中国脖子没门儿。但最厉害的还是新能源革命。
这9年来，中国在光伏、风电、核电、水电等领域全面开花。现在，中国的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占全球的40%以上，风电装机容量占全球的30%以上。如果我们按照西方人的评价体系，我们就会发现，今天的中国早已领先欧美，率先完成了新能源革命。美国人要断中国人的石油怎么办？不好意思，我们有风有电，那都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再说经济备战，芯片领域虽然美国层层封锁，但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在逆境中快速发展。中芯国际的14纳米工艺已经量产，7纳米工艺正在攻关。虽然距离全面突破还有距离，但中国已经不再是完全被动挨打，高端装备制造更是突飞猛进。C919大飞机成功商用，打破了波音、空客的垄断。最关键的是，中国构建了完整的产业链体系。全球41个工业大类中，中国拥有39个；全球191个工业种类，中国拥有全部。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内循环体系的构建更是战略性的。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强大的基础设施网络。现在的中国，即使完全脱离国际市场，也能维持基本的经济运行，这就是中国的底气，这就是敢于与任何对手较量的资本。但最让西方胆寒的，还是中国军事实力的飞跃。这9年来，中国军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真正具备了与世界任何强敌一战的能力。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威慑力量。从2016年到现在，中国海军下水的新舰总吨位超过美国海军。003型福建舰航母使用电磁弹射技术，作战能力直追美军最先进的福特级航母。核潜艇部队更是中国的杀手锏。094型战略核潜艇可以携带12枚巨浪2弹道导弹，单挺核弹头数量相当于英国全国的核武器总数。这些核潜艇一旦潜入太平洋深处，美国根本无法发现和摧毁。最重要的是，中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核三角，陆基有东风系列导弹，海基有战略核潜艇，空基有战略轰炸机。这种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足以对任何敌人形成可靠威慑。中国为什么要发展这么强大的核武器？不是为了称霸世界，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中国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谁想要灭亡中国，就要准备好和中国同归于尽。如果有一天中国不存在了，那这个地球对中国人来说也就没有意义。这9年的全面备战，让中国从一个地区性大国真正成长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超级大国。现在的中国有底气对任何挑战者说，来吧，看看到底谁更硬。9年备战，9年磨剑。当我们回顾这段波澜壮阔的历程时，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中国实力的跨越式增长，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民钢铁般的意志和敢于斗争的决心。这种决心震撼了全世界，也改变了世界格局。还记得毛主席那句至理名言吗？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话放在今天依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美帝国主义看起来军舰多、飞机多、导弹多，北约看起来国家多、盟友多、基地多，但只要我们坚定斗争意志，敢于针锋相对，他们就一定会比我们先认怂。为什么？因为侵略者打的是不义之战，而我们进行的是正义的自卫。这9年来，美国换了3任总统，每一任都想要压服中国，结果呢，一个比一个狼狈。奥巴马的军事威胁我们没有害怕，特朗普加关税我们没有认怂，我们也不怕。拜登的封锁和远交近攻，如今美国反华总统已经换了3轮，美国早就黔驴技穷。更让西方胆寒的是，中国展现出了与整个西方世界同时较量的决心。当美国纠集盟友制裁中国时，中国毫不示弱，对等反制，制裁中国官员，中国就制裁美国官员，禁止中国企业，中国就制裁美国企业，你来我往，针锋相对，绝不退让。现在你们看到结果了吗？美国开始软化了，重返白宫的特朗普不再嚷嚷着要击败中国，而是开始谈什么管控分歧，避免冲突，从实力与和平的角度和中国对话。这说明什么？说明美国人害怕了，说明他们看到了中国决战决胜的决心，知道再这样下去真的要出大事儿。中国这9年的备战向全世界展示了什么叫做民族气节，向全世界证明了什么叫做国家意志。我们告诉那些妄图欺负中国的列强，现在的中国不是1840年的中国，
不是1990年的中国，也不是1931年的中国。现在的中国有核武器，有导弹，有航母，有14亿团结奋斗的人民。谁敢威胁中国的生存，中国就敢和他拼命；谁敢侵犯中国的主权，中国就敢和他同归于尽。在这个丛林法则依然盛行的世界上，只有让敌人害怕，才能换来真正的和平。现在西方国家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他们发现威胁不管用了，制裁不管用了，围堵也不管用了。中国人有骨气，中国军队有实力，中国政府有决心。面对这样的中国，西方只有2个选择，要么平等对话，和平共处，要么鱼死网破，同归于尽。聪明的西方政客当然会选择前者，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欧洲开始重新审视中欧关系，就连一向跟着美国跑的日本、韩国也开始搞务实外交。这就是实力的作用，这就是决心的力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中国，一个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中国。备战9年，剑已磨成，中国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准备好了吗？西方人突然发现，似乎中国人对世界大战的理解与他们不一样。每一次的战争都曾改变局势的发展，战争作为政治的延续，承担着决定重新分配利益主导权的作用。战争的双方往往是代表了2个利益团体的剧烈碰撞。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战争的背后都是国家力量的不断转变。在人类的历史上，迄今为止已经发生了2场世界大战，深刻地改变了历史的进程。而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将2次世界大战视为世界格局的重新洗牌。2次世界大战之中，多国剧烈冲突，导致了人口的大量损伤，人类文明遭受前所未有的浩劫。但是随着近年来西方人的研究不断深入，他们发现中西方对于曾经深刻改变世界的世界大战的认识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对于西方而言，世界大战的爆发无非就是世界主导权的重新洗牌。在西方世界中，有着一个共同的精神主体——基督教，在所谓上帝的光环下，都可以算上帝的子民。在有着共同精神文明内核的前提下，不同国家之间都将彼此视为自己人。无论战争发生到何种境地，总是有重归于好的那一天。特别是在新教的影响下产生的对资本的无限追求，成为了世界利益不断划分的精神动力。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某种侧面可以看作是亲戚间的战斗。当时欧洲的主体国家元首中，英国、德国、俄国等国家元首之间存在着血缘的纽带，几方的领袖都有着共同的先祖。从这种关系上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家庭纠纷，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国对于一战后强制剥削的报复。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极大的人员伤亡，导致了英法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发展困境。兼之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英法恨不得榨干德国人的骨髓，以满足自身的国家秩序。所以德国再次发动战争，很大的程度是源于对英法的仇恨。但是追究其本质，世界大战的爆发是因为国家间利益分配的不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因为德国是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在之前丧失了对于全球殖民地的划分，而德国工业的发展使得德国觊觎英国庞大殖民地带来的低价原料和庞大市场，所以欧洲新旧势力的王者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针对重新瓜分世界的冲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轴心国集团就是试图在欧洲和亚洲建立起以自己为核心的政治经济联合体。德国在战胜法国之后，在实现国家复仇后，并没有吞并法国，反而试图拉拢维希法国加入轴心国集体。日本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就是在建立以日本为绝对领导的亚洲统一体，而建立联合体的核心目的就是实现内部的经济发展。所以本质上西方人眼中的世界大战就是权益的重新分配，而在共同的基督教文化下，各国之间对于战争造成的对立并不敏感。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德国深刻反思战争之后，依然能够被西方接纳，同时成为欧盟建立的主导国家。中国眼中的战争，民族救亡图存。对于中国而言，世界大战就是列强试图重新分配在华利益的过程。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核心主题就是救亡与图存。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国家。清代的闭关锁国造成了中国的长期落后，这也给列强侵略中国带来了便利。在列强的轮番侵略下，中国成为了他们的商品倾销地。事实上，中国也曾试图利用世界大战来改变自己的地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政府就曾争论是否要派遣军队参与欧洲战场，最终的决定是派遣劳工。但是在中国劳工付出了巨大的汗水和牺牲后，在巴黎和会上，列强撕毁了战时的协议，将中国的利益重新瓜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中规定了中美双方开放市场和港口。当时的中国是完全没有能力进入美国市场，
这个所谓的双方开放，实质上就是中国对美国完全敞开大门，这就是实质上的帝国主义。在西方人的眼中，中国没有强烈参与到世界大战中，自然也就没有权利参与利益分配。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劳工冒着炮火，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保证了英法两国的物资供应和工事修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战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牵制了日本大量兵力，使得日本不得不延长战线。中国对世界大战的胜利付出不可忽视，而西方的认知更多是源于精神和文化的偏见。对于西方而言，中国在信仰上始终是外人，西方信仰的基督教文化在中国并不被接纳。对于那时的中国人而言，基督教中宣传的原罪教义，对于信奉清白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所以说，西方人眼中世界大战只是基督教国家内部的纷争，而对于中国来说，世界大战就是灭族亡种的斗争。中国人和西方人对世界大战的差异所在，帝国与国家治理观念的不同定义，中西方对于世界大战的不同认知，原因是多样的。而在其中，中西方对于帝国不同的认知与国家治理的不同理念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在西方的语境下，帝国是一种核心模式，比如罗马帝国，核心地区就是生活在罗马的人民。对于帝国而言，维护的只有核心群体的利益，而帝国的边缘地区和外部都是可以用来剥削和牺牲的。在这种观念下，再去看世界大战，西方人眼中除了本土外，殖民地的一切都是消耗品，为了维护帝国核心利益存在，就应该做出牺牲。这种意识形态也延续到了现在。美国不断地提高日韩缴纳的驻军费用，就是牺牲边缘地区的一种行为。中国则是全然不同。中国的观点下，帝国一旦形成，就需要平等地对待所有的成员。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处于统治核心区的中原会源源不断地向边缘地区输血，无论是军事力量还是生产工具，这也促进了中国边缘地区的开发。这种态度也延续至今，主导着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进程。所以，中西方的文化中存在着合作共赢与赢家通吃的本质差异，这也是中西方在处理国际问题上所折射出的不同举措。世界变局已经开始，中国在未来需要利用好这种差异，我们不能再低头做事，更要做好宣传，将这种中西差异更多地展示在世界舞台，吸引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